摩西穿着牧羊人的衣服，正在照看他的羊群。他的妻子希波拉和岳父叶特罗在背景中。摩西带领羊群来到旷野的另一边，他突然注意到一颗燃烧的荆棘，但火焰却没有将其吞噬。这景象真奇怪，为什么这荆棘没有被烧毁？摩西好奇地走进燃烧的荆棘，当他靠近时，一个声音从火焰中传来：“摩西，摩西！”摩西停下脚步，惊恐地睁大眼睛：“我在这里！不要靠近，脱下你的鞋子，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刚才给大家看的一个视频片段呢，就是小鱼儿自己做出来的一个视频。那我是怎么样制作出来这样的一个视频？这个灵感来源于哪里呢？大家可以看到，来源于这个视频啊，以及来源于这个频道，以及这个频道。那么最近小鱼儿发现了这些超级有潜力的 AI 视频频道，那么可以看到他们呢，利用一个 3D 动画的一个效果和一个圣经的故事结合来创造一个视频，每一个视频呢都有几十上百万的一个播放量，包括这个频道，大家可以看到它仅仅只发了3个视频，已经达到了4700个订阅者，一个视频呢直接引爆到了13万。那每个人其实都了解圣经故事，它拥有非常广泛的一个受众群体。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就意味着它有长期的一个流量。那么这个呢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流量池，如果抓住了，那你就可以快速的达到 YouTuber 频道的一个4000小时的一个时长。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鱼儿的 AI 技术学院。如果你对 AI 做视频感兴趣，那么一定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小鱼儿就来教大家如何制作相同风格的视频啊，就跟这样的视频风格相同的一个视频片段。那么你还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些视频呢，来创造出许多其他类型的视频，比如说一个希腊故事、历史故事等等。那这个呢，取决于大家的一个想象力了啊。OK， 废话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开始。那这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视频，其实它里面就有简单的一个短片的视频片段拼凑成了一个长视频，那这些全是由图片转成的一个视频。那么今天会用到 AI 工具呢，会有几款。那这个视频呢，建议大家一定要收藏起来，反复的观看啊。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下面给小鱼儿留言。那相关的视频链接呢，小鱼儿会放在下面的视频描述栏里。用到的第一个软件呢，就是我们 ChatGPT， 第二个软件呢，就是一个图片转视频的一个 APP。那么第三个软件呢，有我们的一个 ElevenLabs， 最后一个软件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Flickr AI。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开始。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就是需要创建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剧本。创建这个剧本之前呢，建议大家先安装这个插件，把它添加至扩展程序啊，直接点这个添加就可以了。我这里添加好了，就不给大家展示了。那它的作用就是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去截取一个对标账号的一个文案。所以说这里大家一定要装啊，相关链接全部都放在描述栏里。安装好这个插件之后呢，大家可以在这边，我们鼠标回到右侧啊，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倒三角，我们点一下，这里面呢一些相关的视频的一个文本。那这里呢，有的它是一种语言啊，这个它是只有一种语言，有的有多种语言，你想要什么语言呢，你就可以截取一个什么语言，非常的方便。那么在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ChatGPT 的一个标志，这个键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可以一键为你总结文案。那这儿我们点击一下 OK， 可以看到它自动的跳到了一个 ChatGPT 的一个页面，它会自动的帮我们总结归纳。那这里我用一个沉浸式翻译给大家看一下 OK， 它就把这个故事的一个概要点呢就给我们总结出来了。那虽然说它可以总结啊，那这个始终呢文案是别人的，那这儿呢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文案，我们不需要它来帮我们做总结，我们直接复制它的一个文案，点击这个鼠标按住鼠标啊，直接用手按住鼠标的一个左键拉到底，点击一个 Ctrl 加 C， 回到 ChatGPT， 在这里呢我们直接把这个粘贴下来，我们把它放置到这个下面的一个对话框里。
我们这里需要使用一个提示词，让它重新帮我们生成一个类似的一个摩西的一个故事。那么把我们的提示语粘贴到最上面。 OK， 我们的提示语是这样子的。那相关的提示语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啊。这里创建一个关于摩西的故事，遵循下面提供的记录和结构和风格，保持整体基调和流畅度啊，并且引用一个新的一个描述，使故事与众不同。OK， 这里我们就让它帮我们生成一个新的故事啊，点击这个键进行发送，新的故事就已经正在帮我们创建之中。那它这里给了我的是一个中英文对照版本。那这里呢我让它中英文对照版本回复可以看到这里呢，首先是一个英文，接下来呢，它又帮我呢翻译成了一个中文。那我这里呢看了一下它里面写了好几个事情在同一个故事里面呢，它写了好几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点太过于长了，我就从中间呢截取了其中的一小段故事选择复制粘贴我又给出它这样的一个，将下面这段故事详细写出来我从上面粘贴下来的一段我只需要它把这个故事呢描述清楚，我用这个故事来制作成一个视频就可以了。 OK， 它这里就用英文和中文分别帮我描述出来了。那这呢，我不想要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它其实是和我们的原作者的故事呢它是相近的，我让他呢再帮我写一个类似的其他圣经故事，写600字。这里 GPT 其实大家不用非得跟对标账号一模一样，我们可以创新，对不对我们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好。不满意直接让他重新给你制作。那我这儿经过我的调教那我最终呢还是选择了一个莫西与一个燃烧的荆棘的一个圣经故事。那我个人觉得它这个故事太长了，我就直接让它简短一点。 OK， 那么整个故事呢在这里呢就已经创建好了。那接着往下呢，我说把以下的这个故事改成类似电影剧本一样的，例如有旁白，有人物的动作和台词。那我又把上面这个故事给它粘贴到下面来。那这样粘贴的一个结果呢，以防它等会儿生成出来的是跟我们的故事不相关的一些内容，可以把这个故事再次粘贴下来。这里它是帮我生成出来的是一个英文下面是一个中文这里就有一个旁白，有对话，但是它里面的对话很少。那么接下来又用到了下一个提示词我们的一个提示词，我说让它为这个故事设计一系列高度细节的一个场景，那至少设计20个，确保故事自然流畅，就是给人一种看电影的一种感觉。 OK， 这儿 GPT 不负众望又开始帮我生成了它帮我生成了22个，又写了一个中文版的。那这是一个中文版的，每一个场景有特写镜头，有背景，这些非常的详细。那么有背景但是呢个人觉得它只有场景它的描述的还不够清晰。那么我们去做图的话，肯定是这个场景描述的越详细，那生成出来的图片呢越接近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接下来呢又给了下一个提示词，为每个场景创建高度详细的提示，包括人物的一个位置、表情、背景等。 OK， 接下来 OK， 这个就是我想要的一个效果了什么视角、镜头、中景、背景、表情，那这个真的这个绘图那么这个提示语呢是相当重要的大家可以暂停呢把这个提示语呢截图。 OK， 下面的所有的镜头都已经生成出来了。那么你们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吗？那我这里场景这么多肯定里面有不同的场景。那接下来呢，我就让它将图像按照不同人物线分开，比如说主角是主角配角是配角没有配角的一个场景叫它这样分开。我们去生成图片的时候呢，就更加的简单明了让它帮我全部分开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需要描述我们故事人物的角色的一个外貌和着装这个时候我们要设计我们的角色了。
这个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你的故事里面出现了哪些人物，里面有几个主人公。OK， 可以看到这里一共有摩西，有希波拉啊，有叶罗啊，还有个亚伦。那这里它都有它长什么样子，它的描述、装束。那么还有一个背句、背景和道具，它都已经帮我们描述出来了。那接下来呢，为我创建一个简短的提示词。我可以用它为角色生成一个迪士尼皮克斯风格的一个 3D 动画，这个也是相当关键的一个提示语哈。那这里它就帮我直接生成出来了一些提示语 prompt。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绘图了，朋友们千万要认真听好，这里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我们要用到的绘图工具跟以往不同，大家都知道以前小鱼儿用的最多的呢，就是这个 Midjourney 其实我一直是强烈推荐大家来用它做图真的非常的高清，而且细节比较到位。但是今天呢，小鱼儿不用 Midjourney 我这里会直接用到一个 ChatGPT 4o， 我会直接用到 ChatGPT 的里面的一个插件来帮我们生成我们所有的一个场景图，而且这个插件它呢可以生成我们的角色一致性生成同一角色的一个图片出来。那么绘图的小伙伴都知道角色一致性呢一直是一个难题，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上面卡住了很难生成类似的一个相似或者说是一模一样的一个人物出来。那么今天呢，小鱼儿就会教大家如何使用 ChatGPT 的一个 DALL-E 来绘制出一致性人物的一个图片出来。那使用这个 GPT 里面的一个 DALL-E 的话，前提是我们必须要升级到 GPT-4o 或者 GPT-4， 那我们才可以用到这一个工具来做图。这里呢，还没有升级 GPT 的朋友们呢，如果说你想升级，也想来感受一下，那大家可以选择升级。这里小鱼儿之前有讲过一期 GPT 如何升级如何把你的一个 GPT 3.5 升级到一个 GPT-4o 或者 GPT Plus这里呢，我会把相关链接呢放在描述栏和右上角这是一个升级教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何升级。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其他的免费工具呢来绘制这个图片。一会儿小鱼儿也会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如何使用其他工具绘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莫西的这个角色开始制作图片，让这个 ChatGPT 呢帮我们生成一个主角。在这里呢，我们先粘贴这个提示词，打开这个探索 GPT 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探索 GPT 这个只有升级的朋友才能看到这个探索 GPT。在这里搜索框里面我们鼠标回到这里有一个搜索框，在这里搜索一个，那么我们搜索这个 consistent 在后面有一个 GPT 这里后面呢还有个一致的字符 GPT， 这个第一个我们点击一下，点完之后呢，我们往下点，这里有一个黑色的，里面有个开始聊天，点一下。接下来呢，鼠标呢再回到中间这里，点击开始创建角色，我们点中间这个正方形，点一下。那接下来他会问到你2个问题我们这里回答一下。那首先他会问你创建的角色是男性还是女性，你这里可以用英文回答，也可以用中文。我现在创建的是一个男性 OK 发送。那么第2个问题来了，他说要让你给你的角色起一个名字，它叫摩西，发送。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的这一个提示语粘贴过去，进行一个生图了。把提示语粘贴到下面的一个描述框里面，点进来，点击这个箭头符号发送。如果说你真的升级了你的 GPT 的话，那么你绘图 GPT 就直接可以帮你代劳了。那这里呢，他问你现在希望你的下一张图片之中改变什么，这里我们直接可以输入我们的下一个提示语。如果说你对这个图片不满意那你还可以改，我需要皮克斯 3D 动画风格。那么这儿小鱼儿已经给大家测试过了， GPT 的话，你让它给你绘图，一次性最多可以绘10多张图片。
它就会让你先休息一下，再进行绘图哈。这个那生成出来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还不是我想要的风格哈。这儿我需要把我的提示语呢再改一下。大家可以和我一样啊，我刚才是这样子的。你可以把你的英文提示词，大家知道看到刚才这儿生成出来是一个英文，你可以把它复制粘贴下来，打开一个谷歌翻译，你把你的英文呢给它粘贴到这个里面，那这上面就可以看到一边是英文一边是中文。那这上面有一个箭头符号啊，大家可以把它调转一下啊，这个中文就到前面来了。对于英文不好的朋友，让你直接改英文有点困难，那么改中文就不是问题了哈。这个箭头符号点一下，它俩就替换了哈。我们这儿中文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些更改。那这里我不想要它胡须浓密啊，或者说有一个什么啊，我刚才看到的头发都是白的，这里头发开始发白啊，不需要，太苍老了，他是一个年轻男性。OK， 差不多了，就这样子。我们这里就复制一下，我们再来让它重新帮我们生成一下16:9，我们给它一个尺寸。那么这里是针对一个ChatGPT 升级到 GPT 会员的一个用户啊，可以用这个来生成图片。那么等一会儿呢，小鱼儿也会告诉大家如何用一个免费的工具来生成图片啊，大家不要担心。这个小老头儿还可以哈，那行，那我们就将就这个先用着吧。好，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提示语呢就开始丢给他哈，从第一个开始。那这里直接复制我们刚才的一个中文提示词，然后到我们谷歌翻译把它翻译成一个英文。OK， 直接把这个所有的提示词甩给他，然后又下一个啊。这里大家就是同样的方法，按照我刚才给的方法去生成其他的几个角色哈。你的角色有几个？那么你可以在这里来重新创建一个就可以了，不要在同一个里面，因为它现在创建出来的角色就是根据这个形象来的。忘记翻译了，我们还是要把它翻译一下，把你的所有的角色都给它粘贴过来哈，把你的所有的一些提示语、场景、你的提示词全部给它喂给这个 GPT。 这个图片其实还不错啊。这里可以看到，当你生成好的图片怎么保存呢？这里鼠标回到右上角，这里有个下载的图标，你点一下 OK， 它就帮你下载到你电脑里面了，其实还不错，可以看一下啊，点一下。好，我们下一个场景拽给它啊，相同的步骤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就是把你的所有提示词直接丢给 GPT 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如果说你是一个免费用户啊，你用的是 3.5 版本的，你想要绘图，那这里打开一个 Leonardo， 其实 Leonardo 现在升级了之后呢，它也是还是非常好用的哈。这里相关链接啊，Leonardo 的链接，那这个本视频用的所有链接啊，大家可以打开描述栏啊，都在描述栏。首先我们点到这里，进来之后你可以用你的一个谷歌邮箱登录一下。那新手每天进来呢都会有150个积分啊，你可以做几张图片。那这里点击这里有一个 AI 生成图片，我们把我们刚才的提示语同样呢也喂给这个 Leonardo 一份哈。这里有一个否定提示语，大家一定要把它打开，不然你生成出来的可能是多手多脚。 OK， 然后这里就点击一个生成啊，这个风格大家可以选一下，这里点击一个生成，你可以选择4张，选择完4张之后，这里尺寸选择啊，在左边啊可以看到这里选一个16:9。 OK， 点击一个生成，那么可以看到其实 GPT 生成出来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这里其实Leonardo 的话，这个风格啊，我应该是风格选错了，它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风格啊，换成一个卡通风格。你再来生成一下看，那就说啊，你们说人物一不一致？看一下这个，再看一下这个，确实这个还是非常的人物一致性这块啊，个人觉得还行。你要想完全一模一样，那么我只能跟你说很难。那之前小鱼儿有出过一期，如果说你用的是 Midjourney 来绘图的话，之前小鱼儿有出过一期如何以图生图啊，到时候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到这个描述栏或者这个右上角哈，那你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说你用 Midjourney 绘图的话，不得不说这个如果说真的啊，你要求一个品质的话，
那这个 Leonardo 呢，它目前为止，我觉得再换一个版本试一下，它这个风格它不是一个3D 动画风格呀，用这个风格试一下，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它属于一个动画风格哈。这个其实还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哈。那这个呢，我们其实也如果说新手朋友们，这个其实也可以将就用哈。这里有一个下载啊，你可以点击这里鼠标点一下，把它放大，这里有个下载。那这个 Leonardo 也有一个新功能，非常不错。我们这里点击这个返回键，回到刚才这里有个 Motion， 它是可以帮我们直接生成一个动画的。这里你可以上传你的图片。那么这就刚才的图片，我们就随便拿一张来试一下，它会在这里啊。那这里同样，你在这里，刚才我们在这里来生成了之后啊，你可以点这个绘图啊 ，AI 绘图，那你会在这里来看到它正在这里快速的加载，正在它的一个速度。那么这儿我们所有的图片做好之后，都点击这个保存，这个就是 Leonardo 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到下一个工具了哈，就是把我们的图片转成视频。那这款工具的名字叫 Lolo Labs。那这里呢，相关链接都在描述栏哈。这儿它的界面非常的简单哈。那这里你进来之后呢，点击这里直接上传你的图片就可以了。那么这儿小鱼儿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就怎么样让我们的图片，怎么样让我们生成出来的视频呢效果更好。这儿等会儿小鱼儿告诉大家一个小方法。那这里我们先点击这里有一个图像，我们点一下啊，任意选择一张图片。那这里选择一张图片，选择好之后不要立马点这个生成按钮，我们需要在这下面输入一个提示语。那么这个提示语就是描述这个视频的一个描述词，你的提示语越详细，那这个视频它生成出来的效果就更好。我们可以回到刚才 ChatGPT， 那我们就把这个给它场景给它复制过去。那当然这里我们需要还是要用到我们的这个 Google 翻译，我们需要把这个有的东西把它不需要，这个不需要，这个也不需要，这个也不需要，因为我们不是生成图片啊。我们把这个多余的都给它删除。 OK， 就这样子。这里复制一下，那这里有个复制按钮，大家直接复制回到刚才这里，我们把提示语给它粘贴到这个下面。 OK， 然后点击这里有个箭头符号，我们点一下。其他刚才生成的所有的图片呢，大家都可以按照这个方法你的图片就是对应你的刚才的一个提示语。这里可以看到它正在排队当中。这个工具目前我现在是生成了几个视频呢，它都是免费帮我生成的哈。其实最近这个 AI 生成工具还是很多图片转视频的工具很多，比如说有一个 PIK 呀，那还有一个OneWay呀，大家其实都可以去试一下哈。那按照同样的方法，你又把你的下一个图片加进来。 OK， 粘贴在这里，用同样的方法。那么接下来我就不一一给大家展示了，大家可以根据你的图片去生成一个视频。这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啊，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也是，那也有个别的生成失败的，比如说前面露的是脸，后面露的是头而且头发后面还长了一个嘴巴这个小鱼儿就直接不要了。后来我又重新这里生成了一个，那这个呢，我觉得它也是生成的非常不错的哈，给大家看一下，配一个音就非常的不错了。真的，它完全用我的提示词帮我生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频。那我觉得其他工具它真的不一定达得到这个效果，这个是我最满意的一个视频。所有视频下载好之后呢，所有视频都已经完成之后呢，可以看到在这个下面有一个下载 download， 大家点一下把它下载就可以了。那这里呢，你还可以扩展，点一下，那么你还可以将你的视频再延长5秒，非常的棒哦。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视频稍微有点短，或者说你的一个对话有点多，那么你可以再延长几秒。接下来我们的视频准备好了我们会用到另外一个工具，那就是我们的一个语音合成，我们的一个 ElevenLabs。 关于 ElevenLabs 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它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文本转语音的一个工具。那之前小鱼儿
给讲过一期啊，这个 ElevenLabs 怎么样用啊？这儿我也会把链接放在右上角和描述栏。这里呢，我就直接带大家来操作。那你把你刚才的这个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故事这里，你可以把里面的对话把它复制一下，看情况。如果说你要做英文的话，那你就做一个英文的一个音频；你要做中文，你就做中文的一个音频。这儿如果是男生讲这个话，那么这里你就挑选一下。这下面有很多配音员，我们打开看一下。If you do what you've always done, you'll get what you've. 这是一个男生。如果说你想换一个，你就同样还是点这里。大家看一下，点这个后面，不要点前面这个三角，点后面这个。那么往下拉，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配音员，有男生有女生，甚至你可以试听一下，点这里试听。If you do what you've always done, 试听一下。Our distrust is very expensive. If one is lucky, a solitary. 哇，这声音太好听了吧！那这里你都可以听一下。 In seed time, learn. In harvest, teach. And happiness can exist only. 还可以制作一些动画的语音都有。 Love is a serious mental disease. The fox has many tricks. Friends show their love and The fox has many tricks. The hedgehog has but one. 你要用这个声音，那就点一下它，点击这里有个生成语音。 Do not approach. Take off your shoes. For the place you're standing. 那么可以看到这里生成好之后呢，它就直接在这里开始播放了。这里是播放。 On is holy ground. Do not approach. Take off your shoes. 这个鼠标一直往后到这个右下角这里有个下载按钮，我们把这个音频给它下载到我们的电脑上面。那按照同样的方法，你可以把你里面的有对话情节的地方呢，来用不同的配音员呢把它诠释出来把这音频呢保存下来。接下来要用到一个工具呢，就是一个 PIKA。那么我们用它来干什么呢？同样我们要用到它来一个存行同步，这里也是用你的一个谷歌邮箱登录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这里有一个图片或视频上传，我们点一下上传我们其中的一个视频，点击打开，双击一下也是可以的视频就在这里已经加进来了。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存行同步，我们点一下。这儿的话，如果说你想在这里直接生成一个音频也是可以的，但前提是这里是需要我们升级到一个会员。那这儿我们如果没有会员，我们就点这个，把我们刚才的一个音频给它加进来，这里继续，那么点一个生成 OK， 可以看到你的视频正在生成当中。那这里呢，就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用剪映直接去把你的视频呢几个视频给它拼接起来就可以了。但是今天小鱼在这里呢，我不会用到剪映我会更直接的使用一个更简单的工具 Flickr AI， 或者说你要想要做一个英文的你可以选。那么这里呢，我会直接用到一个 Flickr AI， 又或者呢，大家如果说你要做的一个英文的话，你也可以选择用这个 InVideo AI， 那直接把你的脚本粘贴到里面去替换里面的一个视频就 OK 了。那我今天给大家讲如何用 Flickr 那这个 Flickr AI 的一个链接呢，我也放到下面描述栏。那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 Flickr 小鱼一直以来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因为它界面简单，使用方便。那如果说你还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个 Flickr 之前小鱼也有一期教程教你使用里面的功能这里相关链接都在描述栏和右上角。接下来呢，我就直接大家直接点击这里有一个键进行开始，你用你的一个谷歌邮箱登录一下，点这里开始。进来之后大家建议英文不好的朋友都可以安装一个像小鱼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我们再点一下就可以了我觉得有了它真的非常的方便。我们点一个新建文件在这里输入一个文件名，就输入一个 3D 动画故事。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创建视频，可以创建音频，你要单纯的创建一个有声读物博客这些也是可以的。我们创建视频语言我就选中文，这儿选一个简体普通话比例就选16:9，这儿有脚本有空文件有想法，我有脚本就用脚本，点一个提交。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把我们刚才的一个视频脚本来给大家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视频的一个脚本，这个脚本在这里
那这里呢，大家要把它稍微的去处理一下哈，我们把它复制一下，复制好之后呢，你最好建一个文档啊，不知道大家用什么文档哈，你可以直接在你电脑上面建一个文档，点击这个文档打开，你把这个给它粘贴到这个上面，因为这里面它有一些什么脚本，你看这里场景、弹入啊、旁白这些我们都不需要，我们直接把它删除，我们只需要故事情节就可以了，像这些我们都不需要啊，这些也不需要，什么上帝声音这些，上帝的声音这些。上帝的声音这些 ，OK， 好了，这我们就把它复制一下，打开 Flickr， 把脚本粘贴到这个里面。那这里建议大家就是要分段落啊，这个段落小鱼儿这里就没有把它合拢，因为我们分好段落，段落越多，那么我们穿插的视频就越多哈，整个视频就更有看点。那你甚至可以故意把它多分一些段落啊，就像这样子，太长的地方就这样子，让它多一些段落。OK， 接下来我们就这里呢，我们不做任何的去调整，我们就让它默认直接点一个提交。视频看到这里了，还没有订阅小鱼儿频道的朋友们啊，新手朋友们可以订阅一下小鱼儿的频道啊，这个是我的频道。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的场景啊，完全是与我们的视频不相干哈。这里面其实 Flickr 它有搭配的一些素材可以看一下，但它的素材跟我们的视频完全不搭嘎哈，完全没有关系。那这里我们直接把它这个替换就可以了。怎么个替换法呢？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有一个屏幕，这里我们点一下，这儿我们选择第二个我的图书馆，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视频，点一下。点第二步，这里有个选择文件，选择文件之后呢，你就可以选择一个视频，点击打开，它会把我们的视频上传到这个里面来。可以看到这里正在上传 ，OK， 这里已经上传进来了。上传进来之后呢，我们就点一下，我们这儿双击一下，单击也可以看，这里画面就替换掉了，可以看一下啊，画面就已经替换掉了。接下来第二个场景也是同样的方法，点击这个屏幕，把你的所有视频啊，这里只能一个一个上传进来啊，小鱼儿试过，没有办法一起上传进来，把你所有的视频全部上传进来。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根据我们的场景挑选合适的一个画面就可以了。OK， 第二个画面已经换了，接下来就是第三个画面。那么不要的场景啊，比如说这里他的妻子和谁正在背景之中，如果你不想要，那么你这里可以直接这里有一个键，删除此场景，点击再确认删除。那如果说你想在这里添加一个场景也是可以的，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加号，添加新场景，点一下啊，你可以在这里再加上你的一个场景也是可以的，在这里再加上一个图片就可以了，接着替换。那么这里可以看一下什么自言自语，我们这个就不要了。那这两个其实也可以不要，这个场景我们可以把它删除。OK， 那么所有的场景替换完了之后呢，接下来呢，这上面的配音可以看到，这里一个音乐，大家可以点进来，点这个，觉得这个不好听，你可以换啊，这下面啊，这种是需要升级才能用的音乐，这里面有很多免费音乐啊，大家可以搜索。当然，同样你可以点击这个我的图书馆，你可以上传你自己的一个音乐哈。接下来呢，这个文本我们需要一个配音员，那么配音员呢，我们怎么样去更改？那同样点击这里一个像麦克风一样的，我们点一下，那这儿就跳出来了一个啊小西瑶小韩，那我们点一下。那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中文的配音员啊，下面是属于一个英文的配音员，可以看到它的配音员其实是相当的丰富。那这儿我们可以试听一下，那我想要用一个男生来讲解。Flickr 可帮助您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使用逼真的 AI 语音创建音频和视频内容。Flickr 可帮，那我就想用这个男生。那么选中这个男生之后呢，这里有一个语音风格，我们可以选一下。这里有个三角，我们点一下。那我们用一个可怕的一个声音来讲，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它直接决定了你这个故事啊，它的配音的一个重要性。你的这个视频吸不吸引人，其实一个配音员是相当重要的。
大家其实如果说你用剪映，你就可以用这个 ElevenLabs 然后把音频直接拖进去就可以了。你可以根据不同的一个语音语调更换不同的配音员。那这里我们就选一个可怕的。接下来这里有一个适用于所有场景，这里有一个框框，我们把它勾一下，这里再点一个选择。 OK， 我们来听一下看。当然这里如果说你还想更改它的一些文字信息你可以选中其中的一个文本，可以看一下在这边它的文本向左靠近向右靠近，这些你都可以更改，包括字体的大小、字体的粗细，这些都可以改。改好之后一样的适用所有场景，把它勾选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的王子在杀死一个殴打希伯来奴隶的埃及人后，逃到了米甸。在米甸，他开始了新的生活。摩西现在年长了，穿着牧羊人的衣服，正在照看他的羊群。他娶了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女儿希波拉。那么这个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那接下来呢，这里有一个 download 的按钮，大家点一下下载就可以了。这里你可以，如果说你想要高清下载，那么这里你可以选择 1080p 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免费用户的话，你是没法选的只能选择一个720，这里选择一个开始导出就可以了。这个 Flickr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它的界面简单非常的适合我们的新手朋友来操作有的太复杂了的，大家可能一次也看不懂也学不懂。包括这个视频也是一样，其实小鱼的个人觉得呢，新手朋友们只要你看上个2遍3遍或者3、5遍，那么相信你也会做出一个像他们一样的一个视频你也可以制作出一个这样的视频。其实这种视频真的制作方法就是像小鱼这样去操作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想要用一个你想创建这样的视频来进行一个广告收益，这里建议大家呢，你如果说长期制作视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Flickr 它的一个订阅计划。那么可以看到它每月的一个计划有一个免费的，有一个标准的，有一个高级的它每一个功能都不一样你可以从一个标准的计划来开始去因为标准的计划呢，它每月有2000多分钟的一个学分，也可以选择高清下载，里面还包含很多种语音的一个支持，它也可以用于一个商业权益。那如果你长期做视频，你更可以考虑按年来订阅按年的话，你可以节约25%直接从28降到了21，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来订阅。OK， 那今天小鱼儿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用到的所有链接呢，小鱼儿会放到下面描述栏。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跟小鱼儿留言。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